做这些医美的东西，它就算打散了以后，它最后还是要靠人体自己的修复能力跟代谢能力嘛。所以在中药的这个部分，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加强代谢的？我自己很常用就是以中医来讲，它其实是活血又止血。您在生产的时候，其实也有斑跑出来，但是现在我看你几乎是没有斑。我自己其实还有就是刚刚讲的那个。我觉得它效果真的还不错。大概产后大概3个月左右，我就觉得它就慢慢淡掉了。是，对，所以当中医师真的很好，给自己配方。欢迎来到健康养成记，我是 Amber。东方人的观念，一白遮三丑，亮白的肌肤呢，永远是女性前3名的诉求。但是呢，斑块的形成跟机制其实是非常复杂的。那现在呢，医美它成为一个主流，在美白疗程上面呢，皮秒雷射呢就会成为祛斑的一个主流。那这个皮秒雷射呢，它其实是透过这个光震波效应震碎这个黑色素，让它变成粉尘状的颗粒，然后再经由人体免疫系统吸收，或者是随着代谢呢排出体外。但其实皮秒雷射它对于皮肤呢还是会有一些的伤害，所以呢它就是透过先破坏再修复的概念，这样子它就可以活化真皮层下面的胶原母细胞，然后刺激胶原蛋白的增生或者是重组。那因为你的细胞是受到刺激了嘛，所以它就会做修复。那么接下来呢，医生他会给你一连串的保养品来帮助你做代谢。不过讲到这边呢，其实有一个重点，就是说不管你是不是做了雷射，但是到最后你都必须要靠自身的代谢能力。所以呢，我们今天请到的是丰泽中医诊所的吴多佳医师。吴医师您好。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吴多佳医师。谈到这个美白的疗程，因为其实刚刚的这个叙述啊，我们就会知道，就说最后我们还是都要恢复到自身的这个代谢能力上面嘛。那就想要先问一下吴医师，这是在中医上面美白的话，中医是怎么样来看美白这个事情？它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方法跟步骤呢？以美白的话，其实它的机理的话，我觉得跟西医的概念其实没有差到很多啦。那我们的皮肤要能够就是净白，然后要看起来漂亮，它其实是很多重原因的综合体。对，那我大概把它分成就是主要2件啦，一个是保湿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色素的沉积。那保湿的话，就是我们角质层如果保水度高的时候，它就会排列的比较整齐。对，然后光线的那个折射反射就会比较好看，你就会觉得你的气色是好的，然后皮肤看起来是光滑，然后是干净的。对。那另外一件事情的话，就是色素的部分。对。那色素的话，它有分成就是生成的速度，然后和代谢的速度。对。那生成的话，当然就是黑色素细胞，它如果受到刺激或者说它受到活化，那它当然就是会生成比较多的黑色素。那另外一个就是黑色素的沉积的部分，它怎么样去代谢掉？所以大概就是这2个部分。那它如果说堆积的速度大于它代谢的速度的话，你就会长斑，然后皮肤就会看起来比较多色块，然后看起来比较不均匀。那如果说它的代谢速度大于你的沉积速度，那当然就是会看起来比较透亮、比较白。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像是我们在讲，就是你是不是贫血的状况？就比如说有些人他的那个细胞的含氧量不够的时候，那比如说他含氧量不够，那我们的血液会比较带那个蓝色光，你的肤色就会带蓝色调。那以我们黄种人的肤色来看，蓝色调再配上我们的就是黄皮肤，对，看起来就是暗的，就是萎黄的状况。那个就是中医望诊里面我们讲的就是贫血的状况、缺血的状况，就我们讲的血虚。对，所以有的时候像病人一进来，尤其是那个产后的女生，然后或是一些更年期的妇女进来的时候，其实一看你就知道她大概就贫血，或是她就算抽血，她的血色素没有低于正常值，但是以中医的观点来看，这个就是血虚。她就很容易表现在她气色不好，她想要来改善她的气色，大家都说她看起来很累，很没有元气这样子。那我觉得今天听吴医师这样讲，我觉得其实中医在于美白的机制上面跟西医的概念其实真的还蛮像的。像你刚刚提到说什么角质保水啊，或者是黑色素的代谢跟生成啊，甚至是多了一个就是气血循环的这个部分。那如果在皮肤科的话呢，通常它的在美白的机制上面也会有几个，像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抗氧化，所以就会有一些物理性啊，或者是化学性的，例如说擦维生素 C 啊，或者是说一定要防晒做好，要擦这个防晒霜，或者是带这个雨伞什么之类的。那另外一个就像您刚刚讲的，我们预防这个黑色素的这个产生，就是阻断这个黑色素，就会有一些像什么 A 醇啊，或者是维生素 B3这样子的一些东西。那甚至说如果说已经跑到脸部的话，就会有去角质这样子的产品去把一些老废的比较黑的地方把它代谢掉。那其实
概念都一样的话，那中医到底有什么样子的产品呢？就是我们现在在市面上其实蛮少看到这样的产品哦。就是古代艺术上，它有一个叫用白杨柳树皮，然后它去就是那个调米汤水，然后用来喝的。而且他跟你说，你一天要喝就要多喝几次，就分时间喝，因为它其实本身是对肠胃有一些刺激性，所以你不能一次喝太多。对，然后白杨柳树皮的话，它本身就是水杨酸啦，是对，所以它其实就是古代的 A 酸。其实白杨柳树皮现在的保养品也还是有，对啊，蛮常被使用到的。尤其大陆那边有很多的保养品，它其实是蛮多中医药的成分在里面的。对。刚刚提到的是角质保水的部分，那如果在阻断黑色素的部分的话，中医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些配方呢？阻断黑色素的话，像大家一定有听过珍珠粉，然后还有很多的像现在很多胶原蛋白粉，它也会强调说我有加珍珠粉这件事情。对，那珍珠粉它到底有没有实际的效果，还是它真的就只是钙粉？但实际上珍珠粉目前有发现说，它其实里面有微量的半胱氨酸的成分。半胱氨酸它本身它就是会抑制黑色素的生成啦。对，所以它的确是有一些美白的效果，对。然后另外还有像就是，所以珍珠粉是真的有用的。其实我觉得临床上，我觉得还是有用的，对。然后那另外还有一个像那个七白散的部分，那就是中医有一些药材，像是白芨啊、白芷啊这些，它里面它也是含有一些有效成分，那它可能含有那个酪氨酸酶，酪氨酸酶它就是在打断酪氨酸酶，对，它可以抑制酪氨酸酶，就是也是在打断黑色素生成，对。哇，所以也是有像这样子的东西，对，只是说中药材有一些刺激性啊，比如像白芷本身它其实是有那个光敏感性。对，像我就会建议就是大家就尽量在晚上使用，对，然后早上的时候还是要注意防晒，对。但是我觉得中医跟西医最大的不一样，就是中医有这个活血淡斑的这一块是西医没有的，这可以帮我们多讲一下。像他们活血淡斑有些可能是用到能量医学啦，可能用到像雷射、脉冲光这种，对。那以中医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就会比较温和一点，对，它比较不会对皮肤有直接的那个能量的刺激，然后它也比较没有恢复期。但是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提到，就算我做这些医美的东西，它就算打散了以后，它最后还是要靠人体自己的修复能力跟代谢能力嘛。那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吃中药去加强你的这个代谢是很好的。所以在中药这个部分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加强代谢的？我自己很常用就是三七粉啦。三七粉以中医来讲，它其实是活血又止血，因为像有些人会流行喝红花，帮助睡眠啊，或帮助气血循环。但是红花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有的人会造成有些人月经提早来，或是月经滴滴答答，对。然后但是三七它就可以避免掉这个问题啦。对，三七它本身就是活血又止血，然后它是5加科的，所以它跟人参是同一科，所以它本身又有一点补气的效果。那如果说要回到日常生活上面的话，医生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就是说什么样子的生活习惯也可以帮助，就是增加这个皮肤的代谢跟白皙呢？增加皮肤代谢，那当然就是第一个就是你的气血循环要好啦。当然就是像我们讲的，就运动，就是虽然是老生常谈，对，但是运动真的很重要。然后那有的时候你如果真的没有时间去健身房，没有办法1个礼拜3天，然后花个半小时，那你就是每天就是10分钟那种塔巴塔运动，其实也可以，就是它的运动。对，间歇性高一点的运动量，对，但它就是要刺激你的心肺功能啦，因为你心肺功能才能帮助你的气血循环好。对，然后那第2个的话，其实还有一个我们现在很常遇到问题，就是慢性发炎。对，因为我觉得慢性发炎的人真的蛮多的，对。然后尤其现在很多人轮班工作，他根本就没有时间好好休息，甚至我遇到我们机场轮班工作、工厂轮班工作，他们很多人都是靠褪黑激素在过生活。吞什么？对，褪黑激素。褪黑激素，对，台湾买不到啊，但是他们在机场嘛，所以有的他们真的得靠那个东西，他们才有办法好好睡觉。对，所以休息不够，褪黑激素才能对，就是休息不够，它的修复能力就很差。对，所以就是慢性发炎，我觉得也是其中一个。对，所以医生，你要不要推荐我们一下，有没有哪些就是这种可以美白的，让皮肤变得比较好的一些茶饮或者是食疗的东西呢？净肤的话，就是比较常用的话，我们会就是用像是白术、炒白术，大概是1钱半，然后白茯苓也是大概1钱半左右，然后白芍1钱半，薏仁大概就是1钱左右，就是刚刚讲的七白散里面的几味药，然后大概你就是直接把它洗净以后，直接泡800到1000 cc 的开水，对，那其实它凉的喝其实也可以，就是因为它本身不会有太重的味道啦，所以你夏天的话，就是你可以其实也可以把它泡好又放冰箱，就是用凉的喝其实也 OK。我觉得其实现在大部分都是中西医合并使用，我们还是可以用很多这个美白的一些保养
养品，但是我觉得多增加一些中医的这些药膳啊，或者是一些茶饮，然后加速我们的这个气血循环，就可以帮助我们快一点代谢掉这些黑色素的部分。那今天讲到这个美白，因为医生也有一个故事哦，医生这边就是有提到说，您在生产的时候其实也有斑跑出来，但是现在我看你几乎是没有斑，所以你在这个退斑的过程当中，你自己是用了什么方法呢？就我之前产后，我就发现就是我就是脸颊这个地方开始出现那个色块啦。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对，我居然我也会有黄褐斑的一天。对，所以黄褐斑真的在你就是气血虚，然后身体虚的时候，它就会跑出来。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产后的话，它本身就是不管你是自然产或剖腹产，它都是气血大亏的状况，因为你血流出去很多嘛。所以不管你以前是生小孩之前是燥热体质还是寒性体质，其实我们在产后坐月子那个期间，我们都会很强调就是要补气血。对，只是补的方式可能不一定每个人用的药一样，看体质。对，要看体质。比如说像是补中益气汤、八珍汤这种，就是适合比较寒性体质的。那我自己本身就是属于就是比较有的时候容易上火的体质啊，我稍微吃补一点就会上火，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是用何首乌来代替，就是像当归川芎这种东西。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以何首乌为基底，然后可能就是喝一些何首乌鸡汤，然后或是何首乌的去炖鱼那些的。然后那另外我自己其实还有就是刚刚讲的那个三七粉，我觉得它效果真的还不错。对，所以我就自己有时候吃，然后大概产后大概3个月左右，我就觉得它就慢慢淡掉了。是，对。所以当中医师真的很好，给自己配方。对，好啊，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吴医师，就是说我们除了一般的这个美白的保养品以外呢，其实透过中医让它加强这个气血循环，然后增加这个代谢，也可以比较快可以得到这个比较亮白的皮肤。好，那今天谢谢医师，谢谢您，好，谢谢。